为什么小规模的房东往往只能困在中国城呢？没有规模和法务支持的房东，本质上不是在做资产投资，而是在拿自己身家性命在赌房客的人品。只有当资产规模足够大，能雇得起专业团队，能熟练运用法律规则的时候，做房东才能真正的变成一种稳健的商业行为。这是一个非常深刻并且切中要害的行业观察。两种完全不同的房地产投资生态：正规军事的大规模商业运作与熟人社会下的边缘生存法则。这两种模式的核心逻辑有很大的区别。为什么经济规模和法律力量是大房东的护城河呢？在成熟的西方市场，比如美国、加拿大等，房屋租赁是一场披着不动产外衣的法律与金融战争。抗风险的能力，小房东遇到一个居住不走的职业老赖房客，可能几个月收不到房租，还要垫付高昂的律师费，直接面临房贷的断供。大房东、基金、资产管理公司拥有数百套房源，个别房客欠租，不影响整体的现金流。法律资源，大房东有长期合作的专业律师团队，从筛选房客、起草格式合同到启动法律程序驱逐，全部流程化作业。他们对地方租赁法律等的修改极度敏感，有能力进行合规避险。运营成本，规模化带来了物业管理的规模效应，维修、清扫、获客成本都被极大的压低。为什么小规模的房东往往只能困在中国城？很多缺乏资金规模、不懂本地法律或者语言不通的第一代移民，往往只能选择将房子租给同胞，在唐人街或者华人聚居区做小房东，信任代偿法律，因为无法熟悉运用当地的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。小房东只能依赖文化认同和熟人信用。他们认为中国人不会骗中国人，或者觉得华人普遍怕事、讲道理，不会恶意赖租金。现金生态，很多中国城的小规模租赁属于非正式经济，如分租、现金交易。这虽然避开了繁琐的税务和政府监管，但是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纠纷，房东无法走正规的法律途径维权。路径依赖的风险，这种模式虽然入行门槛低，但是上限极低。一旦遇到懂本地法律、专门钻空子的华人无赖，或者是被邻居、政府举报非法改建、偷税漏税，小房东往往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。只有当资产规模足够大，能雇得起专业的团队，能熟练地运用法律规则的时候，做房东才能真正的变成一种稳健的商业行为。向正规化、规模化投资转型，本质上是从亲力亲为的个体户，向通过制度和团队管钱的资产管理人转变。要实现这个跨越，需要设立防火墙，从个人持股转向公司化架构，
规模化的第一步是隔离风险，不能再用个人的名字持有房产和签合同。成立有限责任公司 （LLC）。在美国等国家，通常会为每栋房产或每组房产设立独立的 LLC。如果每套房子发生索赔的纠纷，火势只会烧到该 LLC 的内部，不会涉及你的个人资产和其他房产。企业级报税，告别过去的现金或者个人混账报税，雇用专业的注册会计师，利用折旧、抵税等规则合法避税。干净的财务报表也是未来向银行大额贷款的基础。借力打力，建立你的核心智囊团。大房东从不自己去法庭，也不自己去修马桶，需要支付专业的费用组建自己的外包铁三角。固定合作的驱逐律师，专门负责处理不良的租客。一旦租客欠租达到法定的天数，立刻秒发通知，严格的走法律程序，绝不和租客产生个人情绪纠纷。靠谱的地产经纪与商业银行贷款经理，可以帮您寻找有潜力的增值房产，并且利用投资性房贷的杠杆，比如1031延税置换，放大资金规模。持有执照的专业维修工，签署长期合作协议，确保房屋出现漏水、电路问题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合规解决，避免因为维修延误被租客起诉。切断情感纽带，引入专业第三方物管，这是告别中国城熟人模式最关键的一步。佣金制度，将房产交给当地主流、评价高的专业物管公司，他们通常收取月租金的8%到12%作为管理费。背景调查，专业物管有一套极其严格的筛选系统，会强制询问申请人的信用分、犯罪记录、过往驱逐记录以及收入证明，直接用数据过滤掉职业无赖，充当黑脸。物管公司作为中介，会让房东隐居幕后，租客不知道你是谁，所有的催租、涨租、维修申请全部公事公办，彻底的杜绝了面子问题和人情的勒索。优化资产组合，从小公寓向多单元住宅转型。规模化不是指你在不同的地方买10套分散的独立屋，那只会让您疲于奔命。集中化管理，尝试向多单元住宅或者小型公寓楼转型，降低边际成本。一栋10个单元的公寓楼，你只需要维护一个屋顶、一个停车场、一套除草系统。即使其中一个单元空置，你依然有90%的现金流，容错率极高。转型阵痛期通常需要牺牲一部分眼前的净利润，因为要支付律师费、CPA 费和物管费，但是换来的是极低的法律风险，可以解放出来的时间，以及资产无限复制放大的可能。这里只有实战经验。如果您想深入了解美国房地产的底层逻辑，欢迎点赞和订阅。非常感谢您收看我这一期的视频。